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情感故事。接下来我将用当事人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整个故事。喜欢我的频道，欢迎点赞订阅，谢谢大家啦！我叫林雅婷，今年26岁，是一名来自台湾的国际超模。如果你关注时尚圈，或许在某些国际大牌的走秀中见过我的身影。身高178，体重不到50公斤，三围完美的让同行都嫉妒。我的脸蛋融合了东方人的精致与西方人的立体，据说是我混血基因的功劳。虽然我是道地的台湾人，谁能想到就是这样光鲜亮丽的我，如今过着一段让人难以置信的生活。我一个台湾女孩，拥有3个丈夫，而且全都是中东的亿万富豪。天啊，这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但这却是我真实的生活。故事得从5年前说起。那时的我还是个刚出道的小模特，虽然在台湾小有名气，但在国际舞台上还是个无名小卒。我拼命工作，希望有一天能登上国际时装周的舞台。那段时间我几乎没有个人生活，每天除了训练就是试镜，饮食控制的比坐牢还严格。我的转机出现在一次台北的时尚活动上。当时有个中东富商来台湾考察投资机会，顺便参加了这场活动。他叫哈利德，是沙特阿拉伯的能源巨头，资产据说有上百亿美金。在众多模特中，他的目光锁定了我。活动结束后，哈利德通过主办方找到了我，邀请我去他下榻的酒店套房谈一个重要的工作机会。当时的我天真又渴望成功，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要知道，在这个行业里，一个重要的贵人可能就会彻底改变你的职业生涯。记得那天晚上，我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连衣裙，紧张地敲响了总统套房的门。哈利德身穿一袭传统的白色长袍，举止得体，完全不像那种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富豪。他请我坐下，给我倒了一杯果汁，然后直奔主题。林小姐，我被你的气质深深打动了，哈利德优雅地说道。他的中文带着浓厚的口音，但意外的流利。我想邀请你成为我公司新品牌的全球代言人，这将是一个价值1000万美元的合约。我惊呆了，1000万美元，这比我想象中的任何机会都要好太多了。但接下来的话却让我更加震惊。不过有一个条件。哈利德放下手中的茶杯，直视我的眼睛。我希望你能考虑成为我的妻子。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位刚认识几小时的富豪竟然向我求婚，这也太离谱了吧！看出我的惊讶，哈利德微笑着解释，在我的文化中，男人可以有多位妻子。我已经有2位妻子，但他们都支持我再娶。你不必担心会受到怠慢，我会给你配备私人飞机、豪宅、名贵珠宝以及你想要的一切。当然，你的模特事业也可以继续，我会全力支持。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这简直就像做梦一样，一方面这个提议实在太疯狂，另一方面这种机会真的可遇不可求啊。要知道，我从小在台北郊区长大，父母都是普通工人，能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我接受这个提议，不仅能一夜暴富，还能让我的模特事业更上一层楼。我需要考虑一下，我尽量保持冷静，虽然我的心跳快得几乎要跳出胸口。当然，哈利德点点头。我明天就要回沙特了，但我会在台北再待1天等你的答复。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私人电话，如果你决定接受，就给我打电话。回到家后，我整晚都没合眼，我翻来覆去思考着这个提议的利弊。虽然成为一个已婚男人的第3任妻子听起来很疯狂，但这样的机会可能这辈子只有1次啊。更何况哈利德看起来是个绅士，而且他承诺我可以继续我的事业。第2天清晨，我决定赌一把。我拨通了哈利德的电话，告诉他我接受他的提议。电话那头，哈利德开心地说：太好了，我会安排私人飞机接你来沙特。请准备好你的护照，其他一切都交给我。就这样，1周后，我登上了前往沙特阿拉伯的私人飞机。舷窗外的云层下，台北的灯光渐渐远去，而我的人生正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篇章。抵达沙特后，哈利德派了他的私人助理和一队保镖来机场接我。他们把我带到一座位于利雅得郊外的庞大庄园。天啊，那根本不是什么庄园，简直就是一座宫殿。金碧辉煌的大门、喷泉、花园，还有无数的仆人。
进入大宅后，我见到了哈利德的2位妻子纳迪亚和莎拉。纳迪亚是第1任妻子，40多岁，举止优雅；莎拉是第2任妻子，30出头，长相甜美。他们对我的到来似乎早有准备，甚至表现得很友好，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欢迎你，雅婷。纳迪亚用流利的英语对我说，哈利德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你的事，希望你能喜欢这里。莎拉则热情地拉着我的手，带我参观我的专属区域。没错，在这座宫殿般的大宅里，每位妻子都有自己的小宫殿，包括卧室、起居室、更衣室、私人影院和游泳池。我的区域装修的美轮美奂，处处彰显着奢华与品味，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莎拉打开一个巨大的衣帽间，里面挂满了各种名牌服装和手袋。哈利德特意请了巴黎的设计师来准备这些，希望你喜欢。我简直看呆了，光是这个衣帽间里的衣服和包包，价值就超过了我这辈子赚到的所有钱。晚上，哈利德回到庄园，我们共进晚餐。餐桌上摆满了各种美食，有阿拉伯菜，也有西餐和亚洲菜。哈利德特意为我准备了几道台湾菜，虽然味道和家乡的有些不同，但这份心意让我很感动。饭后，哈利德带我来到他的书房，递给我一份婚前协议。这是我们婚姻的条款，他认真地说。我会给你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但也有一些规矩需要你遵守。我仔细阅读了协议。根据协议，我将获得丰厚的月供和各种奢侈品，还有一栋位于迪拜的豪宅作为结婚礼物。但同时，我需要遵守严格的行为准则，包括在公开场合穿着得体，不得与其他男性过于亲密，以及需要按照哈利德的安排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最让我震惊的是，协议中明确规定，如果哈利德需要，我必须接受他再娶其他妻子。此外，如果我想离婚，将失去所有财产权益。看到这些条款，我心里有些打鼓。这简直就像一个金色的牢笼啊！但当我抬头看到哈利德期待的眼神，再想想外面竞争激烈的模特圈，以及我在台湾拮据的生活，我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婚礼在1周后举行，规模盛大但相对私密。按照当地习俗，男宾和女宾是分开的。我穿着一件镶满宝石的定制婚纱，头戴价值连城的王冠，手腕和脖子上都是闪闪发光的珠宝。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童话里的公主，终于嫁给了王子。然而，婚后的生活却与我想象中大不相同。首先，我发现自己的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虽然哈利德允许我继续我的模特事业，但我的每一次出行都有保镖跟随，每一个工作邀约都需要经过他的助理审核。我几乎没有私人空间，就连使用社交媒体也受到监控。其次，虽然物质条件极其优越，但精神上却很孤独。庄园里除了哈利德的2位妻子，就是一群仆人。我不懂阿拉伯语，文化差异也让我很难融入当地社会。每天我都在奢华的环境中度过，但却感到越来越空虚。最令我难以接受的是与哈利德的夫妻生活。作为第3任妻子，我只能按照排班表轮流与哈利德共度夜晚。而在那些日子里，哈利德对我的态度更像是对待一件精美的收藏品，而非平等的伴侣。你是我的珍宝，雅婷。哈利德常常这样对我说，同时他那双手在我身上游走，让我既紧张又无法拒绝。你不知道你有多美，多珍贵。这种被物化的感觉让我很不舒服，但我又无法抗拒它给我带来的物质享受。每次我提出想要更多自由时，哈利德总会用一件更贵重的礼物来安抚我：一条钻石项链，一只限量版手袋，或者一次豪华旅行。渐渐的，我也开始沉迷于这种奢侈的生活，甚至忘记了自己最初的梦想。就在我以为自己会这样过一辈子的时候，命运再次给我带来了转机。婚后1年，我在一次迪拜时装周上认识了穆罕默德，一位阿联酋的房地产大亨。穆罕默德比哈利德年轻10几岁，长相英俊，为人幽默，最重要的是他尊重我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的价值。当时哈利德因为生意原因不能陪我参加时装周，只派了保镖跟随。走秀结束后的派对上，穆罕默德主动来搭讪，你是今晚最耀眼的明星。穆罕默德举起酒杯，礼貌地向我致意。我很好奇，一位如此有才华的模特为什么会选择嫁给哈利德？他的直接让我有些惊讶，
但也感到一丝新鲜。在哈利德身边，很少有人敢这样公开谈论我的婚姻，这是个很长的故事。我笑着回应，试图回避这个敏感话题，我有的是时间。穆罕默德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聊聊。理智告诉我应该拒绝，但内心深处，我渴望有人能真正了解我，倾听我的心声。在确保保镖不会立即通报哈利德后，我跟随穆罕默德来到了酒店的露台。在那个星光璀璨的夜晚，我向穆罕默德倾诉了自己的感受。婚姻的束缚、职业的瓶颈，以及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穆罕默德静静地听着，不时点头表示理解。你知道吗？他最后说，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婚姻往往是一种商业安排。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要放弃自己的快乐和梦想。他的话让我心头一震。是啊，我嫁给哈利德本质上就是一场交易，为什么我要为此感到愧疚呢？之后的几天，我和穆罕默德秘密见了几次面。与哈利德不同，穆罕默德更尊重我的想法，也更愿意倾听我的心声。在他面前，我不再是一个精美的摆设，而是一个有思想、有灵魂的人。我喜欢你，雅婷。在我们第3次见面时，穆罕默德坦率地表白，如果你不是哈利德的妻子，我会立刻向你求婚。听到这话，我既激动又忐忑。一方面，我确实被穆罕默德吸引；另一方面，我害怕背叛哈利德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但我已经结婚了，我低声说，眼眸中闪烁着纠结的泪光。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个女人可以有多个丈夫吗？穆罕默德突然问道。我愣住了，不明白他的意思。当然不可以，这怎么可能？穆罕默德神秘地笑了。在现代阿联酋有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叫做商业联姻。2个商业伙伴可以通过联姻来巩固合作关系，而这种婚姻主要是象征性的。我半信半疑地看着他，你的意思是？我想和哈利德成为商业伙伴，而你可以成为连接我们的纽带。穆罕默德直视我的眼睛，这样你既不用离开哈利德，又可以和我在一起。这个提议太疯狂了，但不知为何，我竟然开始认真考虑。或许是因为我渴望改变，渴望新的刺激，又或许是因为我真的被穆罕默德吸引了。哈利德会同意吗？我问道，声音因为紧张而微微发抖。让我来处理。穆罕默德自信地说，商业上的利益有时比你想象的更有说服力。就这样，穆罕默德带着一个价值连城的石油开采项目找到了哈利德。2人经过多次商谈，最终达成了合作。而作为合作的象征和保证，穆罕默德提出了这个联姻的想法。令我惊讶的是，哈利德竟然同意了。在中东的商业世界里，这种通过婚姻巩固商业关系的做法并不罕见。而且在哈利德看来，这种名义上的共享并不影响他对我的所有权，反而能为他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就这样，在1个月后，我又举行了一场婚礼，成为了穆罕默德的妻子，同时仍然是哈利德的妻子。这种情况在法律上可能存在争议，但在有钱有势的中东富豪圈子里，规则往往可以被重新定义。我的生活因此变得更加复杂。我需要在哈利德和穆罕默德的庄园之间来回奔波，参加2个家族的活动，还要小心翼翼地平衡2段关系。但与此同时，我也享受着双倍的奢华和宠爱，以及更多的自由。穆罕默德比哈利德更开明，他允许我自己选择工作，甚至鼓励我拓展事业版图。在他的支持下，我不再仅仅是一名模特，还成为了一个时尚品牌的创始人和设计师。你的才华不应该被浪费在走秀台上。穆罕默德常这样鼓励我，你应该创造属于自己的帝国。有了穆罕默德的资金和人脉支持，我的品牌很快在中东市场站稳了脚跟。我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种时尚杂志和商业活动中，不再只是作为哈利德或穆罕默德的妻子，而是以一个成功女企业家的身份。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我的名气日益增长，哈利德开始感到不安。他不喜欢我变得如此独立和自信，更不喜欢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穆罕默德那里。你是我的妻子，雅婷。一天晚上，哈利德冷冷地对我说，我允许你和穆罕默德的安排是为了商业利益，不是为了让你忘记自己的本分。我试图解释自己只是在追求事业，但哈利德不听。他开始限制我的活动，
减少我能见穆罕默德的时间，甚至威胁要终止我的品牌资金支持。就在我和哈利德的矛盾日益加深的时候，第三个男人出现了。第三个男人叫阿卜杜拉，是沙特王室的远亲，比哈利德和穆罕默德更有权势，更加神秘。我是在一次王室举办的慈善晚宴上认识他的。那晚，我穿着一件露背的深蓝色长裙，这是我自己设计的高定礼服，勾勒出我纤细的腰身和优美的背部线条。当我走进宴会厅时，感觉到无数目光落在我身上，其中一道目光格外灼热，来自角落里那个身穿传统服饰的高大男子。哈利德拉着我的手，向各位宾客介绍我是他的妻子，完全无视了我与穆罕默德的关系。这让我很不舒服，但在公众场合，我不得不配合他的表演。晚宴进行到一半，我去洗手间整理妆容。走出洗手间时，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林小姐，我很欣赏你的勇气。”我转身看到了那个角落里的男人阿卜杜拉，他比照片上看起来还要英俊，眼神中透着一种我从未在哈利德或穆罕默德眼中看到的东西，危险的吸引力。勇气？我疑惑地问。是的，勇气。阿卜杜拉走近一步，在这个男人主导的世界里，你却能够同时周旋于两个强大的男人之间，还创建了自己的品牌。这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他的话既是赞美，也隐含着某种警告。但不知为何，我并不感到害怕，反而有一种被真正理解的感觉。我只是在尽力生存，我轻声回答。生存？不，你做的远不止生存。阿卜杜拉微笑道，你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而且玩得很好，我欣赏这一点。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没有任何其他信息。如果有一天你需要一个真正的盟友，就打这个电话。说完，他转身离去，留下我一人站在走廊上，手里捏着那张神秘的名片。那晚之后，我常常想起阿卜杜拉的话，是啊，我确实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在哈利德和穆罕默德之间周旋已经让我精疲力尽，我不该再引入新的变数。但命运似乎喜欢和我开玩笑。1个月后，哈利德和穆罕默德的商业合作出现了问题。两人为了一个大项目的控制权争执不休，而我作为连接两人的纽带，成了夹在中间的牺牲品。哈利德开始怀疑我对他的忠诚，限制我与穆罕默德的接触，而穆罕默德则威胁要撤回对我品牌的投资，除非我能说服哈利德让步。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恐惧。如果两人的合作彻底破裂，我的处境将会非常危险。在绝望之中，我想起了阿卜杜拉给我的名片。经过一晚的挣扎，我拨通了那个神秘的电话号码，我需要帮助。电话接通后，我直接说道：“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林小姐。”阿卜杜拉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温暖而自信。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告诉他哈利德和穆罕默德之间的冲突以及我的困境。阿卜杜拉静静地听完，然后说：“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屏住呼吸问道。成为我的妻子。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已经是第3个向我求婚的中东富豪了，这简直太疯狂了。但更疯狂的是，我竟然开始认真考虑这个提议。阿卜杜拉向我解释，他有足够的权力和资源调和哈利德和穆罕默德之间的矛盾。作为王室成员，他可以提供我前所未有的保护和自由。最重要的是，他不会像哈利德那样把我当作物品，也不会像穆罕默德那样把我视为筹码。我欣赏你的独立和勇气，阿卜杜拉说，我希望你成为我的伴侣，而非我的附属品。这些话正中我心坎。经过多日的考虑，我答应了阿卜杜拉的求婚。令人意外的是，哈利德和穆罕默德竟然都同意了这个安排。原来阿卜杜拉手中掌握着一些足以毁掉他们的秘密，虽然他们不情愿，但在阿卜杜拉的压力下，两人不得不接受我与阿卜杜拉的婚姻，并重新恢复了商业合作。就这样，我在短短3年内成为了3个中东亿万富豪的妻子。这种情况在当地也极其罕见，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虽然这种多重婚姻在法律上存在争议，但在中东的权贵圈子里，有钱有势者总能创造自己的规则。我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复杂，3个丈夫，3座宫殿般的豪宅，3套社交圈子。我需要精心规划每一天的行程，
确保3个丈夫都得到足够的关注，同时还要继续经营我的品牌。在外人看来，我拥有了许多女人梦寐以求的生活，无尽的财富、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3个强大的男人的宠爱。时尚杂志开始称我为中东的灰姑娘，赞美我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台湾女孩变成了国际名媛。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种生活有多么疲惫和空虚。表面上我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哈利德为我提供了无上的奢华，穆罕默德支持我的事业，阿卜杜拉则给了我权力和安全感。我拥有名牌、珠宝、豪车、私人飞机以及数不清的仆人。每天早上，我会在自己设计的丝绸睡袍中醒来，享用专属营养师准备的早餐。上午可能会有时装设计会议或品牌推广活动。中午，我会和某个丈夫共进午餐，讨论生意或者社交计划。下午可能会去顶级水疗中心放松，或者参加慈善活动。晚上则要根据排班表决定和哪个丈夫共度夜晚。林太太，今晚是和阿卜杜拉王子的约会。我的私人助理会这样提醒我。明天上午10点要去穆罕默德先生的游艇参加派对，晚上则是哈利德先生的商业晚宴。在3个丈夫的家里，我都有自己的衣帽间和首饰收藏。每个衣帽间都有数百件定制服装，每一件都价值不菲。我的珠宝收藏更是惊人，光是钻石戒指就有几十枚，最贵的一颗粉钻价值上亿台币。但这一切的背后是越来越沉重的心理负担。我不再是那个怀揣梦想的台湾女孩，而是变成了一个在金钱和权力游戏中迷失的傀儡。我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格监控，每一个决定都必须考虑3个丈夫的反应。更可怕的是，我开始发现3个丈夫之间的商业合作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和谐。他们利用我获取彼此的秘密，试图在商场上击败对方，而我则成了这场权力游戏中最危险的棋子。告诉我穆罕默德的石油项目进展到哪一步了？哈利德会在私下问我。哈利德最近和哪些政商人物会面了？穆罕默德会装作不经意地询问。他们2个最近有没有谈论过我？阿卜杜拉则更加直接。我努力保持中立，避免卷入他们的权力斗争，但随着时间推移，这变得越来越困难。一天晚上，在阿卜杜拉的庄园里，我偶然发现了一份秘密文件。那是一份详细记录哈利德和穆罕默德商业活动的报告，包括一些明显违法的交易。这份文件清楚地表明，阿卜杜拉一直在监视另外2人，并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将他们置于死地。我的心沉到了谷底。我终于明白了阿卜杜拉接近我的真正目的，我只是他计划中的一环，一个用来接近哈利德和穆罕默德的工具。就在我试图理解这一切的时候，阿卜杜拉走进了房间。看到我手中的文件，他的表情变得冰冷。你不该看这个的，雅婷。他轻声说，但语气中的威胁不言而喻。这是什么？我颤抖着问。你一直在监视他们。阿卜杜拉走近我，轻轻拿走了我手中的文件。在我们这个世界里，知识就是力量。我只是在收集必要的知识。你利用我。我控诉道，眼泪夺眶而出。从一开始，你接近我就是为了获取关于他们的信息。阿卜杜拉的表情柔和了一些。最初可能是这样，但后来，他抚摸我的脸颊。后来我真的爱上了你，雅婷。你的美丽，你的智慧，你的勇气。这不是谎言，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和欺骗，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分辨真相。从那晚之后，我开始计划逃离这一切。我秘密联系了在台湾的老朋友，准备了假护照和机票。我知道逃跑的风险很大，如果被抓住，后果不堪设想，但我别无选择，我必须重获自由。就在我即将实施逃跑计划的前一天，灾难降临了。那是个看似平常的下午，我正在阿卜杜拉的庄园里为我的品牌新系列做最后的准备。突然，一队武装警卫闯入了房间，将我团团围住。林雅婷女士，你被指控参与商业间谍活动和欺诈，请跟我们走一趟。我被带到了一个豪华但戒备森严的房间里。几小时后，阿卜杜拉出现了，脸色阴沉的可怕。你背叛了我，雅婷。他冷冷地说，你把我的商业秘密泄露给了哈利德和穆罕默德。我震惊地看着他。什么？我从来没有。阿卜杜拉扔给我一叠照片。
照片上是我和哈利德的私人会面，还有我和穆罕默德的密谈。这些照片被刻意剪辑，让我看起来像是在传递机密文件。这是栽赃，我大声喊道。这些照片都是断章取义。但阿卜杜拉已经下定决心要相信我有罪。后来我才知道，哈利德和穆罕默德联手设局，让阿卜杜拉相信我是双面间谍。他们的目的是破坏我和阿卜杜拉的关系，削弱阿卜杜拉对我的保护，从而让我再次回到他们的控制之下。接下来的日子如同噩梦。我被软禁在阿卜杜拉的一处私人住所，所有通讯工具都被没收，连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我的品牌被紧急修整，所有资金都被冻结。更糟的是，哈利德和穆罕默德也对我失去了信任。他们相信我背叛了他们，把他们的秘密告诉了阿卜杜拉。在中东的权贵圈子里，我一夜之间从备受追捧的名媛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麻烦制造者。我试图联系台湾的亲友求助，但所有信息都被拦截。我曾尝试逃跑，但每次都被抓回来，换来更严密的监控。日复一日，我在孤独和绝望中煎熬。曾经令我着迷的奢华生活，现在变成了金丝鸟笼，而我就是那只失去了飞翔能力的鸟。3个月后，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哈利德和穆罕默德的商业帝国因为一系列高风险投资失败而濒临崩溃。两人急需大量资金周转，而阿卜杜拉则提出了一个残酷的条件，他可以提供资金救助，但作为交换，哈利德和穆罕默德必须放弃对我的一切权利。就这样，在一份冰冷的法律文件上，我的3段婚姻同时划上了句号。阿卜杜拉获得了对我的完全监护权，而我则彻底沦为了一件被交易的物品，毫无尊严可言。最讽刺的是，就在这场交易完成后不久，阿卜杜拉也因为牵涉到一起政治阴谋而失势。他被迫流亡国外，所有资产都被冻结。而我则被遗弃在一座位于沙漠边缘的庄园里，只有几个忠诚的仆人陪伴。又过了2个月，在一位善良的女仆帮助下，我终于逃离了沙特，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台湾。谢谢大家听我讲述这个故事。如果你喜欢，请记得点赞订阅。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